据参考消息网援引日媒的消息称，美国海军陆战队、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及法国陆军将在5月11号至17号举行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是三国的陆上部队首次在日本国内进行正式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经开始的军演主题主要内容是登陆与作战，设想在岛上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夺岛战斗。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要问该夺岛演习的假想敌是谁的话，那非中国莫属了。要知道的是，美日法三国此次谋划的夺岛作战是在中日围绕争议岛屿激烈博弈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期菅义伟频频发声，种种声明可以说是剑指钓鱼岛。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日法三军演习无疑不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有分析认为，这次美日法三国军演释放出的3个信号值得国人注意。首先，这意味着欧洲各国也有介入亚太事务的想法。在上个月，德国和日本举行了首次2+2会谈，双方同意密切合作，并在亚太地区建立各自的秩序。在亚太地区的相关事务上，双方肯定会紧抓中国问题不放。而这次军演，法国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自身的态度。其二，日本同德国与法国之间的互动，表明了日本正在拉拢欧洲国家来支撑自己。在日本看来，美国这棵曾经为日本遮风挡雨的大树，现在已经生病了，因此日本需要更多的树荫来遮盖住自身的野心。于是他们就向最近与中国发生矛盾的欧洲国家伸出橄榄枝，以联合他们一起遏制中国。其三，当拜登掌权后，美国的军舰以及军机在中国家门口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英国也准备派他的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南海地区，与美日进行一次联合军演。这一点也是国人最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种种举动表明，美欧各国未来在东海和南海将掀起一场对抗风波。当下中国应该考虑的是，在日本彻底选择了亲美后，是否应该对日本采取行动，劝退那些环顾中国周围的豺狼们，以此来显示中国的实力，并以此向西方国家证明，中国虽不惹事儿，但也不怕事儿。就像是美国国防部长的一位军官所警告的那般，以中国海军现在的实力，若是想夺回同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仅需1天就够了。那既然如此的话，我军为何不向外界展示一下这位美国国防部军官警告的有多么的对？中国海域周边又迎来了一大波挑衅者，美日法澳4国究竟有何居心？面对庞大的挑衅者队伍，中国的处境变了。基于地缘政治环境的现实，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必然是来自海上的威胁。国外媒体曾预测称，在中国周边海域有4个方向将存在爆发冲突的风险，其中一个就是东海。事实证明，这样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日前有消息透露称，日本自卫队将联合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共同在东海海域展开所谓的联合训练。表面上，日本将这次行动称之为深化共享愿景的4国合作，但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次联合训练的真正目的。随着中国崛起的加快，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开始加紧对中国的遏制步伐，其中遏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所谓的军事演习进行施压。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挑衅已经不足为奇，但是这一次还是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警惕。究竟这样的一次军事训练有什么别样的含义呢？分析人士指出，在这次军事训练中出现了一个新面孔——法国。它的出现也在昭告世界，继英国之后，又一个欧洲强国加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来。区别于英国，法国的加入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我们知道，一直以来英国就是美国的小跟班，因此其出现在印太并不意外。但是法国却不同，有人认为法国的加入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的蠢蠢欲动，他们似乎都想跑到中国的周边来分一杯羹，而美国更是强硬表态，东海我们来定了。米利将军声称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局势的行为，可见他们来东海挑衅的决心似乎十足。抛开挑衅这一目的外，不排除美国等有更危险的目的。从近期局势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澳等印太盟友，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挑衅姿态都十分嚣张。日本和澳大利亚接连表态，一旦发生战事，将会直接派出军事力量协助美军。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在为潜在的冲突做准备。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及其盟友，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俄罗斯给中国吃了一颗定心丸，做出一举动昭告世界，中国并不是孤军奋战。
日前，俄罗斯4艘水面战舰罕见穿越了对马海峡，进入东海进行训练活动。在美日法澳即将在东海围堵中国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及时出手力挺中国，粉碎了他们这一险恶图谋。可以预见的是，一旦中俄联手，对抗美日法澳根本不在话下。国际专家直言，中俄联手是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具实力的竞争对手。据人民日报海外网援引澳媒的消息称，作为澳大利亚公司股票和政府债券最大的持有者，美国向澳大利亚银行提供了大约1/3的海外资金，对澳大利亚房地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事实上，澳大利亚在这一贸易协议上损失了很多，因为过度干预澳大利亚的金融市场。当下的澳美贸易协定绝不是自由贸易，专利的延长或贸易的转移，这其中的成本都让澳大利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澳大利亚正逐步陷入美国的债务陷阱当中。据了解，美国除了对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有着深远的影响外，同时它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国。截至去年的12月份，美国对澳投资已达929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810亿，占澳外国投资总额的25%以上。其次分别是欧盟、英国和日本投资的7380亿和2640亿。种种数据表明，澳大利亚的上层经济建设正被美国资本逐步蚕食，大量重要和有价值的资产正被美国以投资的方式占有。这一消息的公布，直接导致澳大利亚国内的舆论乱套了。不少悲观的议员认为，当澳大利亚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无果后，不用中国再出台政策打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剩余利用价值已被彻底榨干。但让人疑惑的是，在中美的交锋中，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忠实的盟友，为何美国在悄无声息之间也出手了呢？分析认为，就地缘政治而言，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它试图通过跟随美国这一军事盟国获得所谓的安全，从而提升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地位。所以澳大利亚在与美国合作时，尤其是最近几年提出的印太战略尤其积极。但事实上，在面对唾手可得的利益时，美国优先关注的必然是国内而非盟友。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澳大利亚对美的贸易逆差已达到147.3亿美元。有利可图的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对澳在经济层面上的吸血，往后双方之间的贸易逆差只会是越来越大，只有这样才符合美国优先的政策。不得不说，澳大利亚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老实实的当美国边缘盟友的话，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在彻底与中国交恶后，未来澳大利亚只会面临着中美的混合双打。要在今天说起印度国内的现状，完全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目前印度官方公布的疫情确诊已经超过2000万，但是很多机构分析，印度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而恒河边焚烧的感染者尸体，甚至在卫星图中都能清晰可见。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依旧觉得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近日，国际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布了对印度当前财年 GDP 的最新预测。这家美国金融机构评估印度今年 GDP 增速为 9.3%。与此同时，另一家美国国际评级机构标普也预测印度今年 GDP 增加将达到 9.8%。尽管与此前西方机构预估印度经济2位数增长相比下降了一些，但是看到印度国内的疫情都这样了，西方机构对印度经济给出了乐观预测，这又是为什么呢？受到全球性疫情影响，去年印度 GDP 下滑 8%。尽管说 GDP 超过 9% 的增速，也只是相对于2019年有略微增长，但介于印度当前的疫情环境，印度今年真的能稳定生产并实现 GDP 的正增长吗？咱们拿中国作为例子就知道了。中国去年 GDP 增速为 2.3%， 可以说正是因为前期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大，而最终实现 GDP 的逆袭，主要就是在第一季度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第二季度实现了 GDP 的正增长，而印度当前的情况至少得实现第二季度把疫情控制住，第三季度实现 GDP 正增长。但是鉴于印度现在的国内情况，真的有能力在6月把疫情控制住？在这种明显看起来可能性渺茫的情况下，西方机构为何还很看好印度经济增长？无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捧杀了，而这种捧杀才是最致命武器，西方这么做是另有目的。我们来看报道，一方面印度宣布自5月起增加赴美航班，另一方面美国宣布5月份开始限制赴美印度人员，一边增加航班一边限制人员，这两条看似矛盾的声明却十分值得玩味，甚至可以说将西方真实目的展露无遗。
试问一下，一般的印度穷苦人民能买得起飞往美国的机票吗？能去飞往美国的印度人，绝大多数都是有钱人与高素质人群，而且这些人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这样一来，印度的资本与人才将大量流向美国。如果说有印度穷人倾家荡产买了一张赴美机票呢，那也不要紧，美国有政策限制印度人入境，至于谁能进谁不能进，还不是美国说的算。如此一来，美国毫不费力地便完成了对印度资本的收割，而印度方面介于西方寄予的期望，还得冒死继续展开经济活动。一边是极端惨烈的国内现状，一边是西方给的希望，印度究竟该相信哪边呢？然而，印度长期的社会割裂导致印度精英阶层依旧对西方抱有幻想，甚至以体系完善为由拒绝联合国援助。印度的未来似乎可以预见。